往后面去一点。哎，你看我这样行吗？来，开心一点。行。咋了？咋了？那有人！你们谁先发现的？我，就在那里。哎，现场在哪儿呢？在冰湖下面。啊，前2天升温，河水化了一些，尸体啊，我估计是被河水冲下来的。你们几个发现了尸体啊？是。一会儿耽误你们点时间，给我们做个笔录，好吧？走，带路。好。来，陈队，这儿。小队。检察员呢？你带队和上游地毯上搜一遍。是。南京，给这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愣着干什么呀？认识啊？不认识。干活。哎。哎，老二，按我到现场了，是尸检专业的乔振兴。喂，老许，陈静啊，现在有空吗？到我这儿来一趟。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说呗。不行，咱们得见面聊。这么大事儿啊，非得见面说？赶紧过来。啊，行吧，那一会儿见啊。这会我就不参加了，把会议记录做得详细点，回头发我去一趟市局。好的，李爷。说。我爸呢？嫂子，我先看点。咱不看了，咱不看，嫂子，干我什么？不看。进来。哎，许军，哎，孙局，走，我来跟您汇报一下。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哎，从早上接警到现在，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方圆2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
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我跟江队他们都讲了，让他们继续扩大这个摸排范围。人手够吗？够，我把分局业务口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看是这样啊，你们啊，先把外围的勘察工作尽量完成，然后形成报告之后呢，交给市局的行政指令。徐局，你看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这个不合规矩吧？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重大刑事案件，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徐局，给个机会。你管这个叫机会啊？用词不当，就是什么呢？我是想给兄弟们一个立功的机会。遇到这么大的刑事案，1年也碰不到一回。这个万海案不是交给你们了吗？这功立的还嫌不够大？徐局，你一定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好。可是想立功也不能抢案子呀。不是，稍等啊。喂，许局啊，是我蓝景明。蓝书记，我正想跟您汇报呢，死者已经确认了，是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乔振兴。家属到现场了吗？家属已经到了，我也通知了李检，他正在赶来的路上。我想这件事儿还是当面跟他谈谈，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我随时向您汇报。好。另外，孙飞最近表现怎么样？他一直挺想进步的。明白了，蓝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没什么了，先忙了。那好。可以啊，孙局，面子够大。蓝书记电话都过来了。嗨，哎呀，就是前些年我给领导们鞍前马后的领导们也这些我不管，案子可以给你。哎呀，但我有个要求，随时要向我汇报。徐局，您的恩情我记心里了。咱不来这套，办好案子才是关键。你必须的。我去。进来。哎，就你们门口那条路，没有一天不堵车的。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呀？非得让跑的。哎，李局，我先走。好，你先走，你先走。李检啊，不好意思啊，让你特意跑一趟。嗨，什么事儿啊？咱们先说好啊，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能上头。赶紧说吧。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啊，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死了。节哀。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死了？在事情定性之前，咱们先都不对外表态，也不和家属接触。我这只是个建议啊，仅供参考。小美，小美，哥，小美，小美，小美。周梅，节哀。
右侧上有一点尾巴这样啊，对不起，行，抽一下去吧。好的。李姐。实在不好意思啊，他说马上就到。好，没关系。哎，1分钟，1分钟，马上就来了。你看这是不是？洪亮，这边，没事，稍等啊。就这儿，这儿，停。这怎么才来？你等半天了。哦，给你介绍一下。哎，哦，这位是韩主任，教务主任。哦，你好，韩主任。你好，这位老公。好。那校长等着了，咱们赶紧走。稍等，我取个行李。哦，好。不好意思啊。哎，证书都带了吗？全都带了一个。这边我先查了一遍。韩主任，我跟你们说了，别带着，这学校不好看，一点特产也不值钱，一点心意。对。好。我给2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好啊。哎，不用介绍了，我弟都跟我说了，咱们小学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孩子们都特别优秀。是。完了，我姑娘这边吧，我们平时也特别注意这个德育和美育双方面的共同的教育。孩子的舅舅都跟我说了，是江总也特意关照我。哎，老师好，哎，小朋友好。老师好，慢点跑啊！太可爱了。你看人这学校，这学生多讲礼貌啊。我们这儿的入学条件啊，你家孩子都符合。那太好了。往这儿，快点啊！哎，我校长，我先接个电话。我先接个电话。快点！啥事儿？乔振兴死了。什么？乔振兴死了。有病啊！你看见我这忙正事呢，快点！是真的，老乔死了。啥病？不是病。市局法医那边推测溺亡淹死的。啥时候？哪儿啊？永清河，几个大学生发现的。这个天上就河干嘛？我哪知道他上那儿干嘛去？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儿啊？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再跟你说吧。好。先这样。好。洪亮，洪亮，干嘛呢这？快点！小磊，特殊管理员呢？我是。以你的经验，像这种情况是多久之前找的呀？这应该是昨天找的，我看一眼就知道。我们天天巡查呀，查的就这个。小杜，让痕迹把这个十字镐上的指纹提取一下，跟死者做个比对。江队，收到。班上这个车好像有点问题。来了，把这个地方警戒圈起来。后面。怎么了？初步排查过了，车辆完整，车内没有发现打斗痕迹，副驾驶的座位底下发现了一个白酒瓶，您看一下。还发现了个公文包。那您要是一居的话呢，就是性价比高一点，但是空间上呢可能紧张那么一点点。这套房源，它这个离学校也就是1公里多，开车的话就是4、5分钟吧。这套房的话是家具家电全带。洪亮，你说咱们租个1居还是2居啊？可以。也可以先租个1居，然后等你调过来之后，咱们再换个打扮，你说呢？对。出来。
你没拿包？皇上，这什么情况呀？还有刚才你接谁电话了？从接完那个电话你就一直不对劲，心不在焉的。老乔，走。老乔过世了。啊，就这儿啊？对，就这儿，就这儿。行，人告诉我打您电话。请进。哎，哦，行，那咱先看。哎，好，您请，您请。哎，怎么样？公安给我来电话了，说在永庆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旁边有振兴的车、包，还有衣服。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冲下来了。现在还不清楚，得等公安那边进一步的调查。周梅现在怎么样？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呢？人走太突然了。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也去趟他们家里边，看点周梅，还有冉冉。尽量。好。明天回趟东边。明天中午得跟张总吃饭，约好。以后张总就是我老板了。小远好不容易给找了这关系，还没去呢，先赶时间，第一印象不好。他欠小远个人情，我让小远跟他说，改一天多大点事儿啊！人都走了，回去啥也看不着，那不是踏踏实实把这边事儿办明白了，让人走也不碍事。哎呀，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跟老领导这个角色相当英明。所以我等我再回海州，第一件事，我催孙亚军赶紧把我关系办明白。衣服一脱，哎，我带着小豆过来上学，老领导那边一退休接过来，咱全家北京安家，一家人齐齐整整，一个都不少。对，珍惜眼前人。哎，还领导总结精辟到位，还怎的？我再问你一遍，确定不回东平了？我可给你假了。我就先不回了，假攒着呗。攒什么攒啊？假还要攒的，过这村就没这店儿。咋这样呢？各位领导，首先我要检讨，湾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省市两级都关注的要案。开庭第一天就出现了被告人干扰审判的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像张文京这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我们准备的不充分，功课做的不扎实，对案件处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庭审视频我们都看了，张文京喊的万海不是黑社会，为什么？各位领导，张文京在法庭上说的话，那都是胡乱攀咬，根本没有实质根据。我们经过审查发现，张文京在万氏集团任职期间，曾多次为该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甚至涉嫌参与多起诈骗、敲诈勒索等相关案件。他一开始呢，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辩称说自己只不过是万氏集团的一名法务，他给万氏集团提供的服务也是法律中性工作，甚至说他对他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不是犯罪了，他都不清楚。可实际上，张文京是从11年前就担任万氏集团的法务总监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其实啊，他就是利用他学到的法律知识，协助犯罪团伙规避法律制裁。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张文京当庭喊冤，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混淆视听，干扰了我们审判。他呢，这是一种手段，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或者说，他非常清楚，他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知识，并且熟悉我们的审判流程，所以他特意等着开庭的第一天，有大量媒体在的时候喊冤，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博取同情，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领导，我要汇报一件事情。我们一部主任乔振兴同志死了。啊？死的？什么时候的事啊？我已经去过市局了。截止到目前，调查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等一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给领导们汇报。各位领导，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我们希望也期待着省院对万海案能给予更多的关注，还有指导，让案件切实地进行下去。时间也不早了，这么晚了还叫大家来开会，辛苦了。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党组会，研究研究。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信息量有点大，也有些混乱。说一下怎么个乱法？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也就是说，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这封信对乔振兴、李仁俊、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但只是观点，没说原因。对于这样的举报信，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必须查。在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健全、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当下，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那将是极其罕见
骇人听闻的。对，可是张姐，别的不说，首先时间就不够。乔振兴、李仁俊、万海都跟万海案有关，包括张文金当庭喊冤，这都是搅在一起的。想要查清一点，其他也得理清。可是万海案已经开庭了，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必须在3个月内宣判，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3个月内查清楚。难啊！难，也得查。领导，还领导好。洪亮，哎，到北京了吧？到了，今天到的。怎么样，还顺利吗？托您的福，一切顺利。那就好。明天啊，需要你回来一趟。哎，领导，我方便问一下，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吗？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任务。不需要，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回来就可以。好，没问题，保证不迟到，您放心。那明天单位见。好的。早点休息。哎，领导再见。什么玩意儿？今天下午是谁打死说也不回去了？还是单位的领导说话好使啊？哎呀，真不由己，真是。你，哎呀。严书记，根据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我怀疑东平市政法系统内部可能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问题，甚至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万海案是轰动全省的大案要案，我建议省检察院成立一个指导组，让11部的同志参与其中，指导办理张文金案的同时，暗查东平政法系统内部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行为，是否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果有，一旦查实，坚决打击，绝不姑息。明白。太麻烦了啊！没事。哎，正好我们李检到了。李检，谢主任。李检，哎，谢主任。李检，江队他们来了解一下乔主任的案子。啊，正好给许局打电话呢，有什么新进展？李检，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还在调查当中呢。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乔主任平常的工作状态什么的。行，谢主任。那个关主任，你配合一下。哎，太麻烦了啊！哎，没事，江队。老乔就坐这儿。张队，老乔是怎么死的？还在查。谢主任，乔主任平时跟同事们关系怎么样？关系挺好的。那他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他情绪上有没有啥异常？江队，哎，乔主任这个人呢，平时就不爱说话，把他从万海案上撤下来以后呢，就更不爱说话。万海案这么大的案子，把他从主办检察官上撤下来，这全院上下都盯着呢，脸面上可能挂不住。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申请人洪亮，我是刚调来不久啊，对咱们本院的同志还不太了解。
这就看到了你的离职报告。这可不是我对领导有看法，开玩笑。工作交接都完成了吗？专委很关照我，就没有最近安排特别重要的任务。前天是他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结束了，是跟春祥同志有关系的那件事儿，是吧？对。洪亮，啊，听说你跟一部的同志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啊？没有啊，因为流程都是正常的，推进的很顺利，一部的同志非常配合。是吗？哦。那一部的主任亚平同志，你合作完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就人很好啊，就是性格比较直爽，性情中人。但实话讲，就是因为我们是一部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吧，别的部门的同志对我们就相对比较谨慎，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和了解。谨慎啊，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好，就要离职了，最后的这一段检察官时光，你打算怎么度过啊？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只要单位还有任务方面的需要，我义不容辞，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在任18年，也才40多岁，这就要离开这个岗位，舍得吗？肯定舍不得呀。哦，对了，你老家是东平吗？对，东平市开发区洪家村人。因为我父母还在嘛，所以我没事老得回去。哎呀，这个东平最近是真不太平。万海案是吧？最近又出了一件事儿，那个乔振兴的死亡。洪亮，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怎么回事？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是他们给我打完电话也没说清楚，就说是溺亡。但我听说他这2年喜欢钓鱼，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野钓的时候你得砸冰窟窿，你至少得这么大。乔振兴跟你是大学同学吧？啊，你应该了解他。说说看。应该说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最纯粹的一个人。怎么说？对理想，对人生的规划，明确的认为自己的目标就界定为检察官，那还真就实现了。就是我们上大学大一上学期那会儿，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开水房，我专门问过他，我说哥们儿，你这为啥当检察官啊？他就跟我说，因为检察官是坚守正义底线、捍卫公平的卫士。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有点抖。我当时我就顺着往底一看，我特别想提醒他，我说哥们儿，你烫手了。他拎的那个绿暖壶嘛，它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串红字儿，以至公无私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自己写到绿暖壶上的，那开水就流在那个红字儿上，那个蒸汽腾腾的往上冒。就那一刻，就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当检察官。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李仁俊，就那个东平市现在代理检察长。哦，李仁俊跟你也是同学是吧？对，我们仨一帮的。李仁俊这个人怎么样？你也说说看。大侧范上来讲，他们俩就是我们仨吧，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对司法有坚定信仰的人。但是任俊呢，就比我跟乔振兴呢，在理想上来讲，就是稍微的高远一点。就他不是说，我一定要拘泥于每一起案件，他更希望说，在他的努力之下，能够带动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的检察官。希望在他的这个努力下，一个地方能有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司法的天空。我觉得他是比较要求进步的，真是难得啊！大学同窗，竟然3个人都在咱们省的检察系统工作，你们3个人应该是好朋友。那肯定。洪亮，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说你这个人，你对朋友，你能做到什么呀？啊？随便聊，随便聊啊！如果说我这个人喜欢为朋友拔刀相助、两肋插刀，我觉得这有点过于标榜了。像秦专委应该了解我，我至少是一个说，为了朋友，为了好朋友，能够雪中送炭、有难必帮这么一个人。好，就要你这句话，差不多了吧？应该在门口了，让他进来。好，我来。哎，亚平主任，张姐，孙长，坐，请坐，请坐。张姐，找我什么事？对不起，委屈。那就最后再耽误您一下时间。洪亮，这个字我还没签，你还穿着这身检察官的制服，你就应该履行检察官的职责。咱们今天的谈话才刚开始，请坐。嫂子，照片。嫂子，我来审吧。选一张什么样的？找张穿检察制服、戴眼灰的，真性喜欢，找张笑的。你都不知道，你隔这半年，你多憋屈。我必须让他笑着走。嫂子，你检察服的没有笑着。按照这封举报信的意思，东平可能不止万海一个黑社会团伙，甚至其背后还有东平政法系统的保护伞，李仁俊、乔振兴，可能都跟这些有关系。看完了吗？看完了，我就宣布一下省院党组会的决定。鉴于目前万海案的复杂，张文京当庭喊冤，以及收到的这封匿名信，党组会决定成立一个指导小组，下到东平去，指导并推动案件办理。郑亚明同志，指导小组的组长，你来担任。是。洪亮，你是副组长，听明白了吗？张姐，这不太合适吧？为什么？当然我明白，领导这么安排，有您的良苦用心。对，就是查实一个举报信，如果没有证据的话，确实是挺难的。所以，您希望洪亮同志藏在指导小组里暗查，我说的没错吧？张文京当庭喊冤这事儿，确实值得探究，但是万海案从介入到起诉花了2年多的时间，
看得出东平市院的同志们对这个案子的态度，那真的是非常谨慎了。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万海案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这大家都知道，洪亮同志那是11部的，你说他跟着指导小组到东平去，那就点明了省院怀疑东平公检法有人在万海案或是张文京的问题上，他存在职务犯罪的嫌疑。张文京海院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有问题，我们跟市院指出，错了纠正，那对了呢，我们也得支持市院推进案子的发展。查也好，推动案情也好，要去东平吗？对。洪亮是东平人，他对东平的情况比你更了解，所以他加入这个指导小组有好处。匿名信上涉及到的李仁俊，还有乔振兴，都是他的同学。这2个重点人物跟他都有关系，所以党组会决定派他进入这个指导组是没有问题的。张姐，我觉得这个就更不合适了。为什么？同学都是熟人，对，得避嫌。我真觉得他说的是。问你意见了吗？这是党组会的决定。如果举报信内容属实，11部的同志就更应该加入指导组。你存心要把这案子搅黄是吗，乔振兴？证据不足，我让他们退回补充侦查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可是你已经退补2次了，都是赶在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人家公安也补充侦查了吧？第2次提上来的证据你还不满意？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证据不牢靠怎么起诉啊？可是你都退补2次了呀，法律规定只能退补2次。这超过2次，这个案子就不能诉了。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才要穷尽一切的法律手段呀！哎，我们还有检查侦查权，我申请自行补充侦查。哎，李姐，那个都问什么了？啊，就问了一下老乔最近有什么异常啥的。除了配合，我们也做不了其他的。张文京海院，再加上老乔这事儿，你说省院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呀？你觉得呢？所有的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能没看法吗？那李健，我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怎么弄啊？是把万海的案子重新审一遍，还是专门调查张文京的事儿？您给我个指示。等省院的指示吧。好。李健，我知道你跟乔振兴关系好，别太难过了，身体为重，啊！我先去忙了。我来说一下纪律。乔振兴死亡刚刚发生，东平市公安也一定正在调查。在结论出来之前，不可以动用任何侦查手段，不可以让人觉得省院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想法、任何态度。多听、多看、多观察，多摸摸情况，随时向我汇报。陈亚平同志还有什么想法？我尊重党组决定，服从组织安排。那好，张检，我有个请求。说。我申请继续借调江南市院的王春祥同志，加入我们的指导小组。洪亮同志，哎，你不反对吧？我去准备一下。好。洪亮同志，走。离职报告我没签，可能心里还会有些想法，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清楚了，尤其是大学校园、开水房、乔振兴绿色的暖瓶、红色的字那一段，我被感动了。
假设啊，我只是说假设，假设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不科学。那反过来，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不可能。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领导，那就是我有问题。那就是说我40多年来，我对我自己认知，我对整个世界，我对我这身衣裳，我有巨大的认知问题。你看，案情的复杂性出现了吗？所以啊，需要有人去理清。洪亮，你刚才说过，你是一个对朋友有难必帮的人。那好，如果我签了这个字，你脱去这身检查服，这个案子我交给别人去查，你放心吗？你会有遗憾吗？桃，杨啊，忙着呢啊。那张环，你看你这人缘，一人没交下。喂，哎，你好，是洪亮吗？对，哪位？啊，我是东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侦队的，我叫江红军。哦，你好。有点事儿想跟您确认一下，您是不是认识乔振兴啊？怎么了？认识？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同学，老同事。2月26号上午11点，你们俩是不是通过一个电话呀？对，他打过来的。啊，具体都聊什么了呢？啥也没聊，当时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的，听不清楚，喂了几声挂了。那是这样，洪先生，您保持您这个电话的畅通，如果我们这边有什么新情况，好跟您沟通，好不好？好。好，谢谢您配合啊，再见。洪老师。什么单位？海东省检察院派了个指导组下来。指导组啊，怎么不是专案组？这最后不还是东平市检察院说了算吗？他们和东平市检察院是一家一体化办案，但能派个指导组下来，多少也代表了一个态度，对吧？对咱们也是一个机会啊。你怎么了，张文清？这个机会是你拼了命拼出来的，咱们要是把握不住，以后就不会再有了。知道。这样啊，你去趟万家，让他们整理材料，务必交给指导组。好，我这就去办。走了。初步尸检呢做完了，推测死亡时间呢是26号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死者身上呢无明显外伤，无血肿，无瘀斑，无挫伤，说明生前呢没有与人发生过搏斗或者挣扎。另外，血液酒精含量为172.4毫克每100毫升，还检测出了乙基葡萄糖醛酸酐和乙基硫酸酯等酒精代谢物成分，
也就是说，酒精是生前摄入的，那么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呢，是处于醉酒状态。哎呀，这得把1瓶酒都给喝了吧？是，还有死者的口鼻处呢有淡红色蕈形泡沫呈现，这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再有就是在死者的肺泡等脏器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我们马上准备做硅藻实验，将尸体肺泡内的硅藻成分和现场水样做比对，以确定是否为溺亡现场。现场水样也都已经采集过了。孙局，你说2句。好，是这样啊，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调查的结果，虽然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我们刑侦大队所做的物证采集信息以及合理的逻辑推断。完了，好，那好，那我说2句。分局的同志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侦查工作做得这么细致，从这一点上来说，值得表扬。我呢，代表市局，对你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报告都看了，还是想再啰嗦2句。第一啊，就是这个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第二就是这个羊稿，羊稿上只有乔振兴1个人的指纹，多少有些蹊跷。还是说，乔振兴在使用羊稿之前把这个指纹擦拭过了？第3，是这个手机，乔振兴的手机啊，很可能是本案很重要的线索，不能掉以轻心啊。必须的。大点声再喊！万海不是黑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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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别吵了！再吵吵弄死你们！吵吵！都闭嘴！我吵吵！你他妈给我在！这是干什么？你！主任，您听到什么动静没有？是挺吵的，咱这窗户也看不着啊。看一下。快点，拖走！拖走！跑这儿！别来！你得收拾他！快点拖走！赶紧走！快一点！我走了。来了！老红，还好你家小崽子在我这头给打断了，陈总王，小强，你他妈对这个，我干不了！你有你下课，我吃，小强，没地方，你都别闹事，有钱。主任，王老师已经在楼下等我们了。看来咱们还得再停上5分钟。走。走。给我。主任，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忘记通知洪老师他们了。是这样啊，看守所的提审空间有限，市院的同志们也在，我怕咱们都去呢，人太多挤不进去。对，
昨天报备的时候，我就只报备了我们一部的3个人。挺周全的。抱歉啊。哎，没事。洪老师，对不起。没事没事。顺利。我们开始吧。好。张文京，我是海东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郑亚萍，我身后的是王春祥同志、白子妍同志。对于你开庭当天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省检察院十分重视，成立了指导小组，配合东平市检察机关了解情况，调查核实。希望你可以珍惜这个机会，如实的说明情况。赵文京，让他们出去吧，我跟你们单独聊。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请东平市检察院的同志回避，只单独接受指导组的询问。我们是指导组，不是公诉组。你也是法律人，应该清楚，我们只给意见，办案还是由他们办。我们和市检察院是联合办案，不是越过他们办案。所以，聊聊吧。聊什么呢？面对无视法律的人，你让我跟你聊什么？张文京，你太嚣张了啊！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你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即便是没有你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单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可以认定你的罪行，照样可以判你。我就一个要求，让他们出去，否则就别聊了。张文京，你就是在故意的拖延审判时间。你说你作为一名律师，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啊，整天搞这种无赖的抵抗，有意思吗？我告诉你，现在人证物证确实充分，哪一条不能定你的罪啊？你听好了，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强买强卖。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你喊什么喊？按照你的说法，物资集散中心的10几名做了口供的证人就没有资格了吗？啊，跟问家有生意往来的人就没有资格了吗？你不要张文京，你对证据存在质疑，可以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为什么要签认罪认罚具结书？还要冒着藐视法庭的风险当庭翻供？他们给我机会了吗？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我想阐述事实，如果不开庭的话，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你住口！谁做假的材料了？谁伪造证据了？你给我说清楚了！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他们就是赤裸裸的血口喷人，是污蔑。谢主任，林姐，不行，我今天受不了这口气，我非得跟他掰扯掰扯。你给我说清楚了，你有证据吗？你如果有证据，请你现在出示出来。谢主任，他当庭敢翻供了，他为什么？他就为了博取同情。他不会当一名律师，真是气死我了！他哪有这样子的啊？起码道德底线都没有。不好意思啊，程主任。张文京，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时间，去给你做思想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我们有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的量刑去做充分的考虑？这也有吧？认罪认罚具结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你也出去吧，行吗？我再重申一遍，我们是指导小组，是指导市检察院办案的。说说吧。司法有辩论的空间吧？
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认为万海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是是否构成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有待查证和讨论的。公安收集的证据我仔细研究过了，根本经不起推敲。对于公安的认定，我不认同，所以后来我向检察官乔振兴提交了证据，抵抗了2年。乔振兴是什么意思？我跟乔主任掰扯过好多轮，后来他也确实觉得证据链存在问题，才决定退捕的。退捕的理由您都可以看到，就是我提到的那些漏洞。结果呢，他们居然把乔主任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郑主任，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着急吗？还是被人买通了？我还在为万海辩护期间，每次约见万海，他都是非常积极配合辩护的。直到去年6月，突然改变了主意，认罪认罚，并且提出要更换辩护人。你说我尽力对刑警打工作，这过去多长时间了？这案子让你办的半拉开，行，不怪你。我知道这件案子推进起来是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也尽心尽力了。你不能说现在，等会儿。你嘴怎么了？你让万红谁打你了？律师费给你结清楚了，能走多远走多远。有人威胁你了是不是？我卡的。我本来以为积压了1年半，心态崩了也正常，想过一段时间再跟他聊。结果我竟然被补充成了黑社会骨干成员，在我的办公室被警方给带走了。我建议你赶紧撤出，既然万海都这么说了。至少他是放弃抵抗了，你就不要再死扛了，好不好？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而且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我知道这事儿是有点危险，但是我要是退出，万海就完了。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这个？江队，有事吗？张文京，公安局的，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请你配合，这是逮捕证。什么意思啊？江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没有证据，没有调查，怎么能正式逮捕呢？不用，你也是律师，如果没有证据，检察院会批准逮捕吗？请你想清楚。放着，干什么？看我老板，你要干什么呀？你想干什么，江红军？江文京。回去之后有你说话的机会，还有你们几个啊！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再妨碍我们的行动，会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听得懂吗？放着！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定我的罪，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他们？你指的他们是谁？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他们要害死万海。要害死我！你说清楚点，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想，反反复复的在想，如果一个地方，律师因为履行辩护权，却被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反咬一口，这个地方还有正义可言吗？到目前为止，你都在下断语做结论。张文京，你很清楚，法律不是喊话，是讲事实、讲实据。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拿出来。如果没有，不要妄自推断。我根本来不及搜集证据，就被他们带到这儿了。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
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当然，如果你跟他们一样，已经认定万海案是一个确凿的、不容置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那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了。那你知道张文京给了他什么好处吗？那肯定得上价值啊。那你给了张文京什么好处？钱呢？给了多少钱？几次？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反正给的挺多的，就这钱来得快，他花的也快。我这人呢，本身就大手大脚的。万海，我们查了张文京的银行流水，在他的账户里没有大额款项入账的记录。那个各位领导哈，我这么说哈，就是我给的都是现金，就我这么说，你就是能明白哈。那个各位领导哈，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你们这个效率能不能高一点？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我就盼着早点判刑，早点服刑，我早点出去。这都晃的，真是脑瓜嗡嗡的。我这行了，坐下。今天先到这。王玉，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是省检察院派来的指导组，是专门为张文京的案子来的。那个王玉啊，把你知道的要毫无保留的给指导组的领导们都说出来啊！一定，更何况那么漂亮的检察官。那我们的询问就正式开始。你是万川物资集散中心，东平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的总经理，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举报万海涉黑的被害人，对吧？我那不是也是被逼的吗？这万海啊，哎，那凯尔基呢吧？这万海他就是黑社会啊，他枪霸市，无恶不作，无法无天。咱们说说张文京吧。我看卷宗上你说是张文京指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能展开说说吗？哦，大概9年前啊，就刚刚过完春节那会儿，万红托这个陈有才来找我，说万海想收我的物流中心，我没想卖，我搭理他干啥呀？等到这4月份啊，我记得那时候都已经开春了，我带几个客户去这个万家灯火啊唱 KTV， 万海非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我去那儿干啥呀？我就在那唱歌呢，我就夸夸夸几个人歘就把我给拉走了。王总，我们万总就想跟你见个面儿，这么不给面子吗？我那婚宴我不卖，见啥见呀？有啥好见的呀？你确定啊？我确定，我不卖，怎么的？我要谈，我也干什么？哎，当时我不喝酒了吗？我说话也有点冲，我说我不卖，你猜怎么着？张文京让身边人啪嚓就呱就给我吊起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一直吊着，一吊了我1个星期啊！我1个星期我就这么吊着，我没吃没喝的。王玉，你先别激动，坐下吧。我就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当时我的处境。那王玉，他们非法拘禁你这几天，一直是万海在和你谈吗？他来过几次，主要都是这个张文京。我当时那物流中心至少值个4、5千万吧，他2500万就给我收了。我要是不答应，他说就这么一直吊着，说给我吊死。你们在什么地方签的合约？就吊我那厂房啊。当时都有谁在场？一共几个人？手印啊！万海、张文京，还有吊你几个孙子。照你这么说，确实是张文京主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主导，领导，你这词用的好，主导，就是他主导，他就是军师，万海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举报张文京呢？而是先举报万海，等张文京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之后，你又站出来补充张文京涉黑的证词。
我当时就想扳倒这不是，我就说这个万海是涉黑嘛，对吧？后来不是因为公安机关把这张文京给抓了，我才出来补充这些证词吗？王玉，根据这个卷宗上记载，你是先举报了张文京，公安才立的案。王玉，喝口水，好好想想啊，到底是先举报的张文京，还是公安先立的案呢？哇，这水还挺大的。这案子都这么长时间了，时间这么久了，那前后顺序谁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反正就万海、张文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举报了，你们抓紧时间办他们就对了，按你说的来啊。张文京跟我们说，收购物资集散中心的合同是你自愿签署的，他并没有逼迫你。他还告诉我们，你伪造了合约。不血口喷人吗？我神经病啊我啊！我自己他妈弄份合同，把我自家人卖了，我贱呐！我有病！哎，瞧你这个嘴，注意用词，好不好？我这不气吗？然后我想说，领导这个事儿啊，你们就得明察呀。他们就是咱东平市的毒瘤啊！您不去上大街问问去？咱东平市3岁小孩都知道他们是黑社会啊！张文京就是他们军师吗？哎，那开着街路似的，我能胡说八道吗？汪海，你拘禁王玉这1星期当中，张文京见过王玉吗？没有。黑线历史，谁不卖船？是这个，好了，别动！别动！黑线历史，谁不卖船？喂，110吗？我报警。你们抓错人了，抓我们干嘛呀？那抓他们呀！这边，我们的赚钱全给他们坑了，还有警察们让我们冤呢！就是他们拿钱不办事儿，抓他们去！大家这边，进来。许杰，有事儿？啊，有点事儿。刚去趟永清河，就是我哥那案发现场，我发现那个好多重要的物证，那逻辑之间都是谁让你去的？是你一个人去的，还是跟别人去？跟那个指导小组那胡亮一块去。是我拉着他去的。你们查着什么？都谈不到查，这物证的这个逻辑都不对。您听我跟您分析一下，首先就是杨狗，乔振兴的案子已经结案了，是自杀。自杀？菊菊，我哥怎么可能是自杀呢？这不是你考虑的范围。咱们这儿刚刚死了一个检察官，这市面上不太平。我劝你，不要把事情往里鼓。不行，王连长，我还得跟你申请一下，我想看一眼我哥生前的通话记录跟行动轨迹。这谁干？是你看呀，还是我干呀？我觉得这案子有问题，我不接受他们这样的。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不要往里裹，不要往里裹，你听不清楚啊？我就看一眼行了吧？出去，出去。那个老谢怎么样？谢鸿飞啊？对，挺好的。说真的，这个一部的主任的位置，其实谢鸿飞比我更合适。这个万海案，老谢参与了多少？他没怎么参与。哎呀，你知道的，万海案这2年都是我盯着呢。当然，一部除了这个案子，不论大小，都是谢鸿飞负责，尽心尽力的。那个
万海案有2年了哈，就是有没有那种身心疲惫，同时又觉得压力巨大的时候？肯定有，是吧？所以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到我这碰瓷儿来了，连仁俊啊，看来你这个代理检察长的位置有点不稳呐。你嘴里积点多吧。你来干嘛呀？出事儿了，有问题，不对劲儿。什么问题啊？我从永清河而来，首先。那个冰窟窿旁边确定是人说是没有渔具的，那说明他就不是自溜一滑掉进去。其次，手机啥都找着了，手机没找着，邪门了。第三，车里发现了一个空酒瓶子，是他喝的，说他喝酒，一口子送医院去，他能喝吗？是不是邪门？所以我赶紧找你。你呀，跟东平公安打个招呼，让他们好好查一查。就我说的这前午我给我打电话了，那说了，咋说？东平市公安局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不久就会给我一个确定的结案报告。不是他杀，肯定也不是失足，自杀。不可能啊！家庭美满幸福，完了他身体健康，没毛病，那就剩你们单位了，啊？谁咋的他了？多大坎儿过不去啊？不是单位应该人缘还可以啊，你还是他好朋友，你一直罩着他。哎，一部主任不是你在党组会上建议之后给他提上来的吗？他能咋的呀？红亮，不可能！你告诉我。你从东平离开10几年了，你敢说你了解乔振兴吗？我为啥不敢说呀？大学同窗，一块住在一个宿舍里边4年，然后又跑到这儿当同事，我为啥不了解他？我也跟他大学4年，我跟他同事的时间比你还长，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他。那你有没有从自身寻找过问题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你要求进步嘛，你现在高高在上，成代理检察长了，未来前途一片大好，那是不是就有点不屑于说体察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心态呢？你说人话，你手爪怎那贱呢？我怎么你了？我招你惹你了？我去老乔家吊唁，完了，你就非得当着我们那组长面打那个电话，你啥意思呀？我那是在保护你，保护，知不知道？哎呀，我的天哪，我真是长学问了。哎。洪亮，你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你是指导组成员，乔振兴的死因都还没有确定，你去你觉得不敏感吗？就你刚才这个话，你现在这个嘴脸，你就跟我们那个组长郑亚平一模一样。哎，你俩是不是有矛盾的？你跟我说实话。我上老乔家吊唁，从人性上来讲，我没毛病吧？但是我确实从纪律上来说，我没跟他报备。他没给我报备机会，那所以呢，当天晚上我们这个总结会这通给我骂，哎，骂的对，就应该骂。我也骂骂你吧，我也保护保护你吧。有些人呐，我建议干点人事儿，别愧对他的名字李仁俊的仁，干点人事儿啊。老乔走了，咱多少年的哥们儿啊！你不上人家去吊唁一下吗？我会去的，但不是现在。周年的时候啊，是不是稍微有点晚呢？我善意的提醒你，你哪怕点个卯呢，你一直不露面，
周梅现在恨上你了，知道吗？他说你把老乔给撤了，你为啥给人撤了？对你撤人干啥呀？人干得好好的。洪亮，你一个内行人能别说外行话吗？你真觉得我一个代理检察长能把乔振兴从万海的鲁班人的位置上撤下去吗？是党组开会的结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那个决定下来之后，乔振兴从这门进来怎么骂的我吗？全院上下所有人都听见了。李仁俊，为什么把我撤了？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这么激动啊？没事，你们回去工作吧。啊！来，坐下说。来，万海案子办了2年多，家里没怎么照顾到吧？孩子学习也没怎么操心吧？那你2年瘦成什么样？照顾自己身体状况。身体不用你管。你刚刚说那些话，你自己信吗？万海案不起诉，啊，等着你升官了。等着你立功了，等着你升检察长了，我是挡着整个东平市检察院的路了吗？万海案这么大个案子，你一直拦着不起诉，你以为这压力谁在替你扛着？是我，官弄民怨都在我身上呢，你还不乐意了？我不用你扛，我有法律替我扛着。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你有问题可以去省院去找上级领导反映，把你撤下来是党组开会慎重讨论的结果，少在我这散德行。好啊，我会去反映的，我一定会去反映的。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我还会告你渎职。如果是你怎么办呢？2次退步，每次都是赶上最后一天。我不是没给机会，可再1再2没有再3再4啊！你继续退步，这案子就诉不了了。万海案上下2年时间，不诉了吗？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我说啥了吗？我什么也没说过。他说退就退。有时候我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是针对我还是针对这个案子。全院上下谁都能说他，就我不能。我说1句，他说10句。谨慎是好的，但任何事情它走向极端，那谨慎它就会变成偏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说这些，毕竟人走了。可是，如果真的因为是他抑郁了才自杀的，我有责任。